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虚拟试穿的效果，在这儿呢，我从网上找了一个东方女性风格的这个服装啊，然后呢，我们把它穿到了现代的模特身上，这个效果呢是非常棒的。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服装的细节呢都被保留下来了。那很多网友也在问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些这个产品的虚拟展示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啊。经过一些沟通呢，我们还是发现有一些细节问题呢，可能大家感觉不出来应该怎么去处理啊，所以说呢，我这儿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过一遍。那我们先来看最后效果。假如说呢，我们这儿有一款包，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来看下展示的效果啊，这个美女的整体的状态啊，包括整个包的这个形态啊，这个细节的部分，其实呢都可以大部分去还原这个包的一个基本的形态啊。这个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呢，这个我还没有经过筛选啊，经过筛选之后，你可以找到可能你觉得更合适的这个展示的一个方式和展示的一个效果。好，下边呢我们就看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啊。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生成包。包生成很简单，我们就只需要用基本的 Flux 的工作流就可以了。而且呢，不建议大家做任何的 Laura 的添加啊，因为你现在没有人物啊，不需要加 Laura。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提示词该怎么写。这个提示词的写法也非常的有讲究啊，你注意我这儿并没有正面去描述这个包是什么样的啊，我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关键词啊，叫一个未被发现的世界名包啊，这样的话呢，它生成的这个提示词效果就非常的好啊。因为呢，我们经常会想到去正面的描述一个物品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正面去描述反而不如你反面去描述啊。比方说，你写啊一个未被发现的世界名包，它反而这个整体的效果会非常的棒。类似的呢，你还可以写一个未被发现的梵高的传世名作，那就是说，这个作品的话会具有梵高的风格啊，但是呢，它跟他之前的作品可能都不完全一样。那其实呢，这也是提示词的一种写法啊，也希望大家去掌握这种不太一样的用法啊，也是另外一个思路。那我们把这个提示词呢给它复制一下啊，先给它粘过来。参数呢，我们顺便调一下吧啊，这儿呢我们改成1024乘1024，别的呢不用去动啊，然后我们增加采样器，参数稍微调一下。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调整完之后参数的一个基本的状态啊。下边呢，我们给它运行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包的图片啊。这个包的图片呢，我们来给它存一下啊。所以说呢，我们用 set node 这个节点，习惯呢我还是叫 render image 渲染生成的图片啊，加一个下划线吧。你注意啊，这儿我也存一下啊，因为待会儿呢我要生成模特的时候，可能要加 Laura， 所以说呢，我把这儿给它存一下。这个呢我叫做 NIT model， 这个呢就没有问题了啊。下边呢我们来生成对应的模特。那生成模特的工作流呢基本上和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加上Laura 的部分，所以说呢我们先用 get node 来获取到原始模型。下边呢我们来附加 Laura， 第一个呢当然是小红书的 Laura， 权重我们给到 0.8， 这个都属于常规操作了啊。然后呢我这儿再加一个我自己训练的那个 Laura，这儿回到 0.5， 那这个时候这个节点我们需要复制一下，那它的宽高你给多少？我建议跟这个原来的保持一致就可以，1024就可以啊。所以说呢，你在复制的时候可以用 Ctrl C， 然后 Ctrl Shift V， 然后把这个都拿过来。只不过是 model 呢，我们需要给它改一下，对吧？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那个 model 啊。下边的提示词需要重新的来写啊，所以说呢，我们同样用一个 get 方法来获取到我们的 clip。clip 当然是我上面存好的啊，这属于 Flux 的基础操作，我就不详细解释了。然后呢，我们来 text encode， 这是提示词。完了之后呢，需要用 Flux Guidance， 同样用 3.5 啊连一下。然后反向提示词呢，我们可以用 zerout 是吧？这是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下边呢就是我们这个 latent 啊 ，latent 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给它复制一个，或者是直接调用这儿的也可以啊，都行。那我们直接来 ksampler， 别的先不用管啊，我们先把能连的都给它连上，后边的部分基本上是一样的啊。VE 呢，我们来获取一下吧，让我们同样 save image 啊。参数的话呢，因为我们可能要生成多张啊，所以说呢，这呢我们还是采用 random， 25不采样。然后 1.0 这个需要改一下，
换成小红书的这儿呢基本上也可以了。下边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提示词该怎么写。那提示词呢，我们还是采用我们之前在做那个虚拟试穿用过的一个提示词啊，这儿是专门为它生成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稍微改一下啊。先把它拷过来，拷过来之后呢，我们稍微把它放大一点啊。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说他穿着一个白色的上衣，还有一个红色的裙子啊，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部分呢给它换掉，换成我们想要的。我这儿先这样写啊，待会儿我们把它换掉。那时候换什么呢？当然是换成这个包啊。那我们会写成它正在展示一个包啊，并且说明这个包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包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并不希望大家去用眼去看，然后自动来写这个啊。我们还是用 Florence 呢把它生成一下。我们把任务选成猫 Detail Caption 啊，然后呢我们给它显示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先把这个给它禁掉。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一段提示词，这个我也把它 fix 掉啊，要不然它每次都在生成。它这儿有一段这个提示词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复制过来，然后呢我们把这儿给它改掉就可以了。我们写成 She is show a bag in her hand 啊，说她正在手里边展示一个包，然后这个包啥样粘上啊，基本上就这样就可以了啊。下边呢我们直接把它放开，然后我们来生成，看一下效果。好，这儿没有连上啊。注意啊，在这个生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需要去抽卡的啊，就是说生成的模特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包括它的景别上啊，远中近景，包括它整体的状态上，比方手指有没有变形，比方说它拿包的状态是不是对啊，所以说并不是说你一张就行，或者说第一张出来肯定就能用啊，大家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呢人工智能本来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对吧？来大家看一下啊，非常漂亮的一个效果是吧？你可以多生成几张啊，这个我就不生成了啊。当然呢，你光有这儿的话，我们其实是不能保证这个包的形态啊和这个是比较一致的，因为它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外形不太一样啊。如果你采用这种方式重绘出来的模特，它可能会比较漂亮啊，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包和这个包呢它不是特别的合适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加上一个 Redux， 对吧？我们来加一个 Redux， 我还是高级的啊，这个用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先把这个给它拿过来，然后放回去啊，把这个给它串联上 Style Model， 这个就是我们的 Redux Clip Vision， 这个我们选谷歌的那个啊，固定的只能这么选啊，不明白你去看 Redux 相关的教程。然后image 和 mask 这个都好说啊， image 当然是我们生成的那张图片，所以说呢我们用 get node 啊，下面就是 mask 的部分，这儿我还是用 segment anything 啊，大家注意这儿选择GPU 啊，要不然可能会报错。这儿呢我们选 bag， 因为我们是希望它把包给提取出来，然后我们会有 mask 和 image 啊，这样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给它禁掉，先看这个部分生成的有没有问题啊。来看一下啊，没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给它连上啊。image 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就是这个，当然呢你可以去掉背景或者用这个是不是更好啊，我们试一下然后 mask 当然是用它，这儿的选择大家选择默认就可以了啊，我们希望让提示词和我们的这种引导的样式都起作用啊，那这个时候再来看生成的模特，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完全成为这个包了，对吧？我们看哪儿有问题啊？那问题很明显啊，就是我们这个这儿连错了啊，刚才连得太快了，是吧？换一下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啊，也是不错的啊，你可以多来几张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效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底下总有这玩意儿是啥意思？哦，可能我们那个提示词那儿有问题啊，提示词可能把那个包之外的部分给它放上去了啊，因为我们生成的这个提示词你要注意。这儿这一句说一个这个手包啊是放在了2个红色的这个垫子的上面啊，可能这句是不能要的啊，这个我们用细看啊。那我们来找一下这句啊，这个去掉它，我们再来生成。所以说你会发现实时的来调工作流的话呢，由于它的很多种子是随机的啊，可能我们并不能完全还原之前的一些状态，它可能会有一些差距啊。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走这个工作流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需要去做细微的调整。大家看一下啊，那个就没了，对吧？
这个我就不过多的去试了啊，我看一下，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生成的这个模特的图片。这个大家一定要抽卡去生成，就是你不要期待说我一次啊就能生成特别好的这个图片，这个不太现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包可能跟我们生成那个包还是有差距的啊，但是它基本形态差不多啊，所以说我们再重绘起来呢会比较简单。这是我们的第2步，就是生成对应的模特。好，下边呢我们进行最后一步来生成，就是直接把模特上面这个包啊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就直接用它来换就可以了啊，来说明我们这个工作流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或者叫泛化能力。那同样呢，还是要记住2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使用类似于 in context LoRa 的那种上下文的记忆能力啊，来进行一次的这个风格的加强，让它那个包更像我们的包。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再一次使用 Redux 来强化这种一致性啊。下边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那首先呢，我们先把2张图片全部给它拿过来。那现在呢，我们就把2个图片都拿过来了啊。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抠图，需要把这个遮罩的部分全部给它取出来。那这儿呢，我们同样是用 Segment Anything， 这儿一定要选 GPU。先看上面这个提示词呢是 bag， 看看这个取的有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啊。那同样的，我们把它复制一份，那我们再得到2张图片，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得换一下啊。这个抠的呢也是比较准的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了遮罩和图片的部分。那首先呢，我们先得达到就是整个要绘制的原图。这个绘制的原图由于是参照 in context LoRa， 所以是左右2个部分，左边是产品，右边是模特。而这个产品呢，一定要去掉背景啊，所以说就是它和它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 image concact 我用它和我们的模特的图连起来啊。这样呢，我们选 right。就是说向右去延伸啊，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左侧是产品，右侧是模特，没有问题啊。然后这个的话呢，同样我们是要把遮罩存起来，因为回头遮罩重绘要重绘它啊，包括产品的这个去背之后的图片和这个遮罩我们也需要去存起来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先把它转成图片，然后同样呢，我们给它拼成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说呢，我们把 mask 转换成图片，然后呢和一个纯黑的图片相关联啊，因为呢左侧是没有遮罩的，所以说呢我们用empty image， 大小是1024×1024，注意这个 color 呢我们选择0是黑的啊，所以说呢同样是一个这个节点，左侧是它，右侧是它，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拿到一个图片大家看是这样，然后我们把它转成一个 mask。那整个的这个流程就算完了，下面就是存我们要存的这个东西啊。这儿呢，我们同样用 set 节点，这个我叫做 np， 就是 input 然后 img， 然后这个呢我叫 input mask， 这个我叫 product img prd img， 同样那这个就叫 prd mask。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的关键元素呢就算是完了。下边呢就是我们要经过重绘和 Redux 双重加持，让一致性呢变得最强让这个包变成这个样子。同样我们需要有一个 Flux 的标准的工作流，但是呢有些东西是不用要了啊，比方说这个地方，因为在重绘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节点的啊。Latent 呢也是不要的。那重绘的时候你说需不需要加 LoRa， 这个没必要啊。好，下边呢我们把该补齐的呢先给它补上啊。由于呢我们是做重绘所以说我们这儿用的是 Fill 模型，我们先把这儿给它换掉。然后关键的节点是这个 Input Conditioning Model 这个节点。下边就是对应的连接就可以了啊。正向提示词当然就是这儿出来的这个我们可以放在这个位置这是正向提示词这是 3.5 然后反向提示词呢，当然是我们这个 0 关键是这2个咋出来这2个是我们上面生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先用 get node input image mask input mask， 然后自动就可以生成 latent， 对吧？下边是 k sampler 就可以但是呢稍微有些不同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第一个要调整的地方就是这儿换成30。第二个就是提示词应该怎么写，大家注意提示词这样写，说这是一对图片这个提示词呢其实是跟我们那个上一个工作流里边那个 Flores 生成的那个提示词是一样的。然后右侧呢是一个美丽的亚洲的女孩拿着这个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写法。Model 的部分我们需要连上一个
差分网络，后边需要连 K sampler 啊，所以说呢我们连上它。另外注意这儿要改成 false save image， 这儿我们调一下啊，25不采样，然后 1.0， 这儿我们改成 simple，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 fix 掉得了啊。我们先来看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效果我们看有没有变化啊。原图是这个样子的，对吧？这个过来是这样的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啊。另外呢，我们经常会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在中间加一个 growth mask。这个我们在讲虚拟视穿的时候讲过它的重要性啊，就是你扩大一点，那个轮廓会被包裹进去，更容易被替换掉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加上一个 growth mask， 大小呢，我习惯用6像素啊，然后再来生成一遍。注意啊，种子没有变啊，大家看一下啊，可能就更像了，对吧？能感觉出来啊。好，下面呢我们进行最后一步啊，就是增加 Redux， 让它呢看起来更像，跟之前的应用是一样的。那我同样是用到 Advanced Redux 这个节点，然后呢我们需要这个 Conditioning， 你注意啊，这个 Conditioning 呢我们是在重绘之前进去啊，然后结果输入到重绘的这个条件里边。这个跟之前的这个选择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两个呢就是我们存的那个 product image 和 product mask， 然后关键是哪儿呢？关键是这个地方啊。为了让它更像呢，这儿我们会选成1啊，就是一致性更强。这儿呢我们会选成nearest exact， 这儿呢我们会选成 auto crop with mask， 别的地方呢不用动。好，我们再来生成一遍，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时候细节的部分都很像了。有没有发现啊？当然这个纹理其实呢还是不太一样啊，但是这个基本的细节都已经很像了啊。好，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今天讲的这个叫虚拟产品的展示啊。大家会发现整个的路子跟虚拟试穿的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或者说需要额外注意的地方啊。唯一给大家说的就是大家在做这种虚拟产品展示的时候呢，尽量是比较大点的物品啊，特别小的那个确实是很难去捕捉到这个细节啊，所以说呢不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小的什么口红啊，类似于这种产品的展示。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